改变不是我做了什么，而是我开始相信。以前的我总以为人生的转变需要做出一连串正确的决定，所以我努力分析、比较、行动，总想找出那条最有效的路。但那条路走得越精密，我却越迷失。我看起来很积极，内心却是焦虑的，因为我不是真的在创造，而是在逃避。逃避失败，逃避被看见不够好，逃避那个其实早已疲惫不堪的自己。我误以为改变是靠做更多来实现，直到有一天我累了。我坐在某个不再逃跑的时刻，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：如果什么都不做，我还会觉得自己有价值吗？那一刻，沉默像海水漫过我全身，没有立刻的答案，只有一个无声的痛。因为我发现，我从来没真的相信过自己。我只是努力表现，努力证明，努力达到所有应该。但我没有相信自己不需要改变就已经值得被爱。那天之后，我不再拼命去安排未来，而是开始练习停下来。停下来问自己，我相信了吗？不是相信事情会发生，而是相信我值得让它发生。这个信念像火种，慢慢的，一点一点烧出一种从里到外的温度。我没有突然变得成功，也没有突然变得富有，但我变得安静了，变得稳定了，变得可以不靠证明就存在了。我发现，当我开始相信，整个世界对我的态度也跟着改变。人们开始用新的方式看我，机会开始用新的语言靠近我。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我的能量改变了。我不再做事是为了补偿内在的不足，而是出于对自己的认同。我不再等待他人的肯定来确认我的方向，而是从心底知道我可以信任这个选择。信任是改变的根。当我开始相信，我不再恐惧失败；当我开始相信，我不再逃避过程；当我开始相信，我自然走向了本来属于我的道路。所以我想告诉你，真正的改变从来不在你做了什么，而是你开始用什么信念去看待你自己。当你开始相信，你就已经在创造了，而那个新世界早已在等着你的灵魂点头说，我准备好了。当我不再害怕改变，宇宙开始回应我。不是因为我变得完美，而是因为我终于愿意面对内心那些被压抑很久的声音。那是一种转变的开始，不在外面，而在我愿意诚实对待自己的那一刻。我曾经极度抗拒改变，不管外在看起来我多么热爱成长，多么积极向前，我的内在总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说，如果我改变了，会不会失去现在的一切？那个声音很微弱，却控制着我每一个选择。我以为我在前进，其实我只是在绕圈。我怕改变会带来未知，我怕未知代表不安，我怕不安会让我承受不起。所以我宁愿停留在熟悉的痛里，也不敢走进可能的光里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累了。那天的我，什么也没发生，却突然明白了什么。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第一次承认，我不是不想改变，我只是太怕会失败。我流下眼泪，不是因为伤心，而是因为我终于不再欺骗自己。而就在那之后，我的能量开始转变。我不再用应该去逼自己，而是开始用允许去陪伴自己。我不再急着逃离当下，而是慢慢学会与此刻共处。我开始看见，原来改变不是一场风暴，而是一场回家。当我放下恐惧，宇宙就像等了很久一样，开始一点一点回应我。有些答案从对话中浮现，有些帮助从意想不到的方向出现。
甚至连我以为不可能的机会也悄悄地向我靠近。我发现宇宙并不害怕我改变，它只是等我先不再害怕。它知道，一旦我愿意走出舒适区，我将会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还要强大。不是改变让我痛苦，而是我对改变的抗拒让我痛苦。当我学会对不确定说我愿意尝试，我就打开了通往更多可能的门。我开始说，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但我相信宇宙会引导我。而这句话成了我最有力的信念。改变不一定是激烈的，有时它只是你选择了不再自我否定的那一瞬。它是一个你终于为自己做决定的深呼吸。它是一个你不再退缩，不再拖延，不再怀疑的温柔坚定。当我不再害怕改变，宇宙开始回应我。它一直都想靠近我，只是我用恐惧筑了一道墙。现在的我开始一块一块地拆除那道墙，不是用力推倒，而是用爱慢慢融化。从抗拒到臣服，是我与宇宙的转捩点。不是一瞬间的顿悟，而是一段漫长的拉扯，一次又一次的内在崩解与重组。我曾以为臣服是放弃，是软弱，是妥协。但我后来才知道，那其实是我最深层的力量所在。我花了很久，才承认自己在抗拒。抗拒现状，抗拒情绪，抗拒那个总是与理想人生有距离的自己。我以为我只是有目标，有想法，有追求，却没察觉那些追求背后藏着多少不愿面对的恐惧。我想要掌控一切，因为我太怕失控。我不信任流程，也不信任宇宙。我想靠意志力撑出一条路，却总在夜里感到疲惫无助。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么努力，还是离自己想要的生活这么远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终于崩溃。我哭得像个孩子，什么也不想做，只想问一句：为什么？那时没有答案，只有很深的寂静。可就在那样的寂静里，我第一次没有想要反抗。我停了下来，不是因为明白，而是因为我真的撑不住了。我任由那份无力包围我，任由眼泪流下来。我没有在试图改变什么，而是说，好吧，那就这样吧。那一刻，我开始臣服，不是向现实低头，而是向自己内在的真实敞开。我承认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我承认我需要帮助，我承认我已经做得够多了。然后，宇宙开始靠近了，不是轰轰烈烈的救我脱困，而是透过一些微小却深刻的方式告诉我，你不是孤单的。我接到一通朋友打来的电话，只是轻轻地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想关心你。我在书里看到一句话，真正的力量来自于你不再假装坚强。我开始感受到一种支持，像是看不见的手，在我愿意放手的瞬间，悄悄拖住我。我终于懂了，宇宙不是不回应我，而是它等我放下抗拒，才有空间进来。它不是要我证明什么，而是要我相信，我不需要完美，也值得被接住。从那之后，我不再逼自己解决问题。我开始练习感受，而不是判断。我开始容许混乱，而不是急着整理。我开始对宇宙说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但我愿意被引导。而奇妙的是，当我这样说，答案真的一点一滴浮现了。不是来自逻辑，而是来自内在的安定。不是因为我改变了世界，而是因为我改变了与世界互动的方式。臣服不是投降，是选择相信更大的智慧正在发生。它不是被动，而是有意识地放手那份不断想控制一切的焦虑。
当我这么做时，我终于给了宇宙机会，用它的节奏来引领我。从抗拒到臣服，是我与宇宙的转捩点。那一刻，我不再只是活着，而是开始真正与生命同行。我终于知道，宇宙不是外在的力量，而是我愿意相信自己时，自然流动的爱。当我不再害怕改变，宇宙开始回应我。不是因为我变得完美，而是因为我终于愿意面对内心那些被压抑很久的声音。那是一种转变的开始，不在外面，而在我愿意诚实对待自己的那一刻。我曾经极度抗拒改变，不管外在看起来我多么热爱成长，多么积极向前，我的内在总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说，如果我改变了，会不会失去现在的一切？那个声音很微弱，却控制着我每一个选择。我以为我在前进，其实我只是在绕圈。我怕改变会带来未知，我怕未知代表不安，我怕不安会让我承受不起。所以我宁愿停留在熟悉的痛里，也不敢走进可能的光里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累了。那天的我，什么也没发生，却突然明白了什么。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第一次承认，我不是不想改变，我只是太怕会失败。我流下眼泪，不是因为伤心，而是因为我终于不再欺骗自己。而就在那之后，我的能量开始转变。我不再用应该去逼自己，而是开始用允许去陪伴自己。我不再急着逃离当下，而是慢慢学会与此刻共处。我开始看见，原来改变不是一场风暴，而是一场回家。当我放下恐惧，宇宙就像等了很久一样，开始一点一点回应我。有些答案从对话中浮现，有些帮助从意想不到的方向出现，甚至连我以为不可能的机会，也悄悄地向我靠近。我发现，宇宙并不害怕我改变，它只是等我先不再害怕。它知道，一旦我愿意走出舒适区，我将会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还要强大。不是改变让我痛苦，而是我对改变的抗拒让我痛苦。当我学会对不确定说我愿意尝试，我就打开了通往更多可能的门。我开始说，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但我相信宇宙会引导我。而这句话成了我最有力的信念。改变不一定是激烈的，有时它只是你选择了不再自我否定的那一瞬。它是一个你终于为自己做决定的深呼吸。它是一个你不再退缩，不再拖延，不再怀疑的温柔坚定。当我不再害怕改变，宇宙开始回应我。它一直都想靠近我，只是我用恐惧筑了一道墙。现在的我开始一块一块地拆除那道墙，不是用力推倒，而是用爱慢慢融化。宇宙不是外在的力量，而是你本身。这句话我曾经听过很多次，却从未真正理解过它的意义。我以为宇宙是一股在云端之上的能量，需要我用某种仪式才能接近它。我以为它是遥远的、神秘的，只有在特定时刻才会垂怜地回应我。所以我祈祷，我许愿，我努力，对齐。我花很多时间在学习怎么与宇宙连结，怎么吸引，怎么显化。但我总觉得它离我还是很远。直到我开始回头看自己，我才慢慢明白，它从来没有离开过我。那些我以为来自宇宙的讯号，其实是我内心深处早已存在的渴望与力量。那些我以为是宇宙的安排，其实是我本就拥有的直觉在引导我前行。宇宙不是在我之外发光，它是在我之内燃烧。那是一种本质，而不是一种外加的奇迹。我开始意识到，每一次内在的扩展，都是宇宙在我里面苏醒。
每一次我选择爱而非恐惧，每一次我诚实面对情绪，拥抱自己，宇宙就透过我说话。不需要云层裂开，不需要特别的预兆，它就在我每一个真实的呼吸里。当我开始这样看待自己，我的人生开始变得不一样。我不再感到渺小，因为我知道我与宇宙不是分开的。我不再害怕未知，因为我开始相信那未知的智慧其实也是我灵魂的一部分。我开始懂得聆听，不是向外寻找答案，而是安静下来，感受内在的回声。我不再问宇宙会给我什么，而是问我准备好成为谁，来承接这份愿望。那是一个深层的转念，从等待宇宙来拯救，到让自己成为宇宙的显化。不是要我去模仿什么宇宙法则，而是让我记起自己原本就是宇宙的一部分。这个记忆一旦苏醒，就没有什么可以再把我拉回缺乏的幻象。我终于看见，显化不是祈求，是唤醒。是唤醒我内在本就存在的完整与丰盛。是提醒我，我不需要变成谁，只需要活出真正的自己。而当我这么做，我就是宇宙在地上的行动。宇宙不是外在的力量，而是你本身。它不是你要去追寻的，而是你要回来认领的。每一次你选择回到心里的宁静，每一次你信任生命的安排，就是你与宇宙合一的时刻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